叫邓淑珍。我是和登乐集音乐总监。那我来加拿大已经27、8年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水果。那这个是茶，这是我平常喝的台湾茶，我们的金萱茶。那我每次回台湾都会买一些金萱茶呀、乌龙茶，或者是包种茶，因为回来自己喝送礼也是，别人也是抢着要的。第一次去巴士40个位置塞得满满的，第二次去30几位，因为我们觉得40个太厉害，我们有一些人员的限制。什么动机让他们去这个台湾的巡回演出？就是因为我们演奏的那个恒春跟农歌，他就觉得跟农他都懂，可是恒春是什么东西？有好几个学生就问我什么叫做恒春。后来我们就告诉他，恒春是台湾的一个很小的乡镇。结果他们就走到台北文化中心外面，就问我，看着那个台湾地图，他说那恒春在哪？我们就指给他看。几个小孩就说，老师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恒春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因为我们在演练那一首曲子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，这是描写4点钟天还没亮，农民互相吆喝啊，我们下田了，然后到了那边迎着朝阳，然后辛苦的工作，唱着歌，一直到秋天丰收的情景。所以这也是达成我们最后能够想办法带这些小孩，然后刚好台湾也有好几个团体一直有兴趣邀请我们过去演出。他们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，他们觉得去哪里找一个地方，我可以早上在山上，中午在城市，在101吃着小笼包，下午我就到海边去冲浪。第一次我们去呢，是有一个我自己以前创起来的，在台湾草创的一个乐团。因为那个乐团这一阵子学生比较松散，他们就有一次我回去，他们就说希望我再回去帮他们重整一下。后来我就说，既然我一个人回去重整，不如我把这一批孩子带回来，一样都是孩子，但是在不同地方成长，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互相观摩。我们上次回台湾的时候，我们的运气不错，刚好碰到庙会，然后有学生就很惊讶，他就问我说，这是不是 parade？ 我们说也是一种民俗的 parade。 他们在国外看最多的就是这种好像人家在游行啊，他们看的那些音乐啊，就是那些打锣打鼓啊、唢呐，他们也觉得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用我们的音乐来把它表现出来。本来明年要去的，但是现在去不了了。小孩子如果说他们想参加乐团，其实我很惊讶，他们非常容易接受。他现在譬如爸爸妈妈引导，让他去了我们的音乐会，或者去了台湾文化节，他们坐在下面，本来只是妈妈说要他陪着去看，他看了以后，我们有好几个学生是这样，看了以后他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乐器还有这些人为什么会去学这些乐器。那很多家长就告诉他们这一些乐器的背景，外国的孩子都会问你这个乐器有多少年了，所以他们常常会对这个乐器或以加入这个乐团觉得很自傲，就是他觉得这个乐器哇都是几千年，或者说哇这个乐器我可以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声音，然后以这些觉得很骄傲。怎么样让他们提高这个兴趣，而且让这个兴趣能够持续不断？那这每一个乐器的成长期，到它真的能够茁壮，至少要4、5年。这些音乐它都是有主题的，那怎么样让他们在传统的音乐主题上面去了解你所讲的是什么东西？在台湾的话，你很容易，因为你的生活一直有，譬如说以跑旱船，你很容易解释什么叫跑旱船。但是在国外，我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告诉他们什么叫跑旱船。
就像我们在台湾练乐团的，我只要说好，我们现在练平湖秋月，大家都知道哦哪一个曲子。但是在国外的孩子，他连中文都不认得，所以如果有机会看他们的乐谱，你会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他们有的就自己用画画的。就是加拿大，因为他们从小学就有乐团，所以他们的基础教育其实是很健全的，所以在基本的音乐的这些素养上面，对于我们来讲就比较轻松。有一次我在练乐团，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个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对这个曲子有什么问题。我有时候只有说好6个字或者几个字这样去提醒他们。结果有一次一个妈妈就绕到后面，因为她很纳闷为什么小孩都可以每个人都找对谱子，后来她就绕过去看，她就在后面笑翻了。她说没有想到他们都是用画画的。那我常常在讲，我们的艺术人跟西洋的艺术工作者不一样，他们可能画画的就是画画。像我的老师有一些会写诗啊，会画画，然后也会演奏乐器。我们的人文背景跟外国人不一样，我们是必须要结合很多艺术，我们要就是把3个合在一起。在演奏乐器的那个时候，你也会想象出那个画面。那你想象到那个画面，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感觉，甚至于你透过那个画面，你可能也会想写一段你的感觉。我开始去看这边当地的演出，你的视野会打开。到了国外，你反而可以把你所学的东西像拼图一样，怎么样把它重新拼图，然后重新再组合，变成一个更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，而让别人看到你的东西以后会觉得它里头其实是有你的影子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从国中就开始接触到这个乐器。当初我是听到那个流水的声音，我就去找这到底是什么声音，觉得这个乐器的声音怎么这么特别，怎么可能用一个乐器的声音展现出大自然流水啊、瀑布、行云跟那种回忆的感觉。所以后来我开始学这个乐器，然后在考上那个艺术大学之后就主修这个。但是之后呢，我常常在想古筝的演奏方式，因为它有一些东西滑音啊、按音，在表现上面它当然不如二胡，所以后来可以在接受第2个主修的时候，我就改学了二胡。我们的教育方面不像有一些国家的，他们对传统音乐的教育，譬如说你是负责编写，那你就写曲子。我们那个时候呢，老师要我们能够创作、编写、指挥、演奏，然后还要能够自己去做一些 search 啊，去做一些采风这些东西。那这个背景呢，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把自己的触角伸开、伸长。那也就造就我现在来到加拿大以后，我就比较自然跟习惯。就是在台湾，我自己有一个学校，所以我在那边也教了有几十年。我的学生背景有小孩，有老人，也有成年上班族，然后也有一般的孩子，也就让我训练了我在各个不同年龄层下怎么样去教学。我们去过好几个小学，而且也到了法文教育局的小学去了好几次，也去了所有社区啊，他们过年啊、中秋节啊这些活动，我们也帮了慈济他们做了长期，大概有好多年，帮他们在老人院固定做演出。一方面他们去帮忙让那些老人看看这些孩子的演出，二方面也让孩子有一个目标，我必须把这个曲子演奏好，要演奏给这些长辈听。然后他们有的小孩会说，可是他们眼睛都闭起来的，他们都没有在听。我们就跟他讲，眼睛闭起来并不表示耳朵闭起来。你看，如果你一演奏错了，他眼睛马上就睁开。
因为你所演奏这些乐曲都是他们太熟悉的乐曲。我们也曾经受邀去周杰伦的霸王卸甲，他也有请我们的学生去演奏阮弦跟胡琴。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试着自己写一个古筝的重奏曲？那我很高兴，我说好，你写，我在旁边帮你。结果最后我们也成功的在 Harbour Farm 表演了。上次那个打击乐，有的就是他们小孩自己编写的，还不要我写，我还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写的简单一点，不然会累死自己。结果他们还写成锣鼓重奏，还不是一个节奏，结果把自己背得很惨。现在有一些新的发展是尽量走怪的风，譬如说敲敲蛇皮啦，弹弹弦啦。那我比较希望能够保有原来乐器的音色美，然后再加入一些冲击。我是邓淑珍，Jeanette Chan， 是河灯乐集音乐总监，I'm different just like you。